上辈子我被卷王同事活活逼死在工位上。装什么死？项目今晚必须交。他叫许灿灿，入职第1周就把微信名改成卷王灿灿不睡觉。凌晨3点还在群里发消息。早安，废物们，我已经跑完10公里准备上班了，你们还在睡？第2周，许灿灿在公告栏给每个人贴标签：6点准时下班的叫职场累赘，10点没走的叫有潜力。第3周，许灿灿跑去跟张总建议取消下午茶。张总，糖分只会削弱斗志，我建议取消下午茶。第4周，他在办公室常备行军床，名曰沉浸式奋斗。以后大家就在这沉浸式奋斗，困了躺下，醒了干活。后来我连续7天没回家，累到喷血的时候，他站在旁边嘲讽：身体这么差早说啊，别影响了我的项目进度。苍天有眼，我活过来了。许灿灿，你这个公贼，这一次我绝不会放过你。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把公司当成家，把工位当成床，把加班当成人生信仰。嘴皮子这么溜，怎么不去干销售？你敢打我？想加班你自己加，想喝咖啡你自己喝，想把公司当家，也别拉着我们给你守灵。什么？你疯了吧？灿灿刚来第1天你就动手打人？他刚来第1天就敢越权给全组定生死簿，我作为前辈为什么不能教训他？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啊？灿灿也是为了团队好，他只是比你们更上进。上进？沈曼姐，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大敌意，我只是想让大家一起变好，项目做得好，咱们提成不是更多吗？是啊，灿灿也是好心。年轻人有冲劲挺好的，沈曼，你太敏感了吧？打人确实过分了，办公室里这么多人看着呢。许灿灿说的话确实有点越界，统计大家吃饭、下班和请假，这不太合适吧？沈曼姐，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大敌意，我只是想帮助大家管理时间，你们为什么都误会我？你不是想管理时间，你是想管理人。第2条，非直属管理者员不得私自制定考勤、绩效、纪律处罚规则。第10条，任何员工不可以团队名义强制见他人参与非工作安排。第23条，午休、法定休息、病假、年假受公司制度和劳动法保护。你少拿制度压人，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灿灿这种奋斗精神，老板看见都会欣赏。那你替老板签字。你什么意思？你要是觉得他有权管我吃饭、下班、请假，你现在就写一份授权书，写明以后我胃出血、猝死、精神崩溃，责任由你和许超超共同承担。沈曼姐，你资历老，排斥新人我能理解，你放心，我不会跟你计较。拍清楚点儿，天花板角落那里有监控。还有，我刚才从你说第1句话开始就开了录音。你想去找老板告状卖产，随便去。欢迎入职，但别把办公室当成你撒野耍横的自留地。沈曼抗拒成长需重点帮扶，他一个刚入职的新人真把自己当领导了。帮扶是吧？我倒要看看这辈子是谁帮扶谁。各位，今天开始我们组推行午间能量净化，禁止加热食物，禁止食用会产生气味的餐品。我建议午间以黑咖啡、坚果、冥想代替进食。这我点都点了。刘哥，你现在吃下去的每一口米饭都会变成下午犯困的罪魁祸首。灿灿说的对，刘哥你肚子都这么明显了，是该控制一下了。我孩子今天发烧，我上午忙到现在，得先吃口饭再去医院。王姐，你这种心态很危险，越是家庭压力大，越要用事业证明自己。你现在去吃饭，效率掉了，孩子的医药费谁来挣？你
干什么呢？清理垃圾。沈曼姐，你可以不参与，但你不能阻拦大家变好的机会。好，那你先示范。把里面那盒青石拿出来。什么青石？不是2杯黑咖啡配上静心就够了吗？怎么，你的上进心还得燕窝泡发？这是低卡高蛋白，和你们那些油腻的外卖不一样。哦，原来你不反对吃饭，你只反对别人吃饭。灿灿那是为了工作，他是怕大家吃了犯困，他自己吃轻食是为了维持身体状态，这能一样吗？你这么认可他，刚才点的螺蛳粉退了吗？韩露，螺蛳粉加炸蛋加煮猪加鸭脚。我们组今天不收外卖，你拿回去退单。可这是你们自己点的啊。你听不懂吗？退回去，我们公司倡导健康饮食办公。您好，这里有人未经消费者同意强行拦截外卖并要求退单，麻烦记录投诉。沈曼，你有必要这么上纲上线吗？有，毕竟你这种人，不被规则抽一巴掌，就真以为全公司都该听你发疯。许灿灿，你干什么？我只是想阻止你们堕落，你们为什么都不懂？沈曼，你真把公司当你家了，想打谁就打谁，我要告诉张总。去吧，顺便告诉他，许灿灿损坏同事私人物品，干扰外卖配送，侵犯个人消费权。沈曼，你别得意，职场不是靠嘴硬混的。今天是我入职1天，也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推动团队进步会遭遇多大阻力，心疼灿灿，优秀的人总是孤独的。我们组要是有灿灿这种人，我高低得供起来。沈曼，许灿灿，来我办公室。前世第一把刀就是从张总办公室里递出来的，这一世我倒要看看他还敢不敢递。张总，我真的没有恶意，我知道自己是新人，不该太主动，可我看大家状态松散，心里着急。我只是希望大家中午别吃太油，下午效率更高。结果沈曼姐不仅撕了我的倡议书，还当众打我2巴掌。张总，沈曼真的太霸道了，她就是仗着自己是公司的老员工，合起伙来欺负新人。这要是传出去，以后谁还敢来我们部门啊？沈曼，解释一下。解释前，我想先问一句，公司什么时候任命许灿灿负责员工饮食管理？没有。那他凭什么阻止外卖员送餐？凭什么摔坏同事餐品？我不是故意的，我当时太着急了。退回去，我们公司倡导健康饮食办公。可这是你们自己点的。张总，灿灿是着急了点，但他初心是好的啊。初心好就可以砸别人饭？行了，都少说2句。灿灿，你以后注意方式。沈曼，你打人更不对，写个检讨吧。我不会写的。沈曼，你这是什么态度？正常员工维护自身权益的态度。沈曼姐，别因为我跟张总置气，我可以原谅你，只要你愿意跟大家一起调整状态。这是外卖小哥的投诉记录截图，这是老刘被摔坏餐品的付款记录，还有王姐被他阻拦吃饭的视频截图。张总，您慢慢看。老刘那份外卖灿灿赔，今天这事到此为止，都出去。沈曼，你很会留证据啊。可你别忘了，老板在乎的从来不是谁对谁错，他只在乎谁能多替他挣钱。大家下班前都来看看这个。最后一名是沈曼啊，卡点下班也传团队意识薄弱，这不明摆着针对沈曼吗？你看许灿灿和韩露，一个排第1，一个排第2，看什么看？某些人卡点下班不求上进，根本就是拖我们组的后腿。沈曼姐，大家都在加班，你这么早就走不合适吧？今天下午张总刚说了，项目节点紧，大家最好多投入一点。哎呀，有些人就是心机深，明明知道项目催得急还走，我看就是想让别人替他干活吧。就是啊，大家都留下，某人一个人走不太合适吧？沈曼，你资历老更应该带头。灿灿一个新人都这么拼，你好意思？反正我是绝对不会做他那份活的。
前世就是这些道德绑架的话，把我一寸寸钉在宫位上。我以为忍一忍，大家会记得我的好，后来我才明白，这些人只会记得你哪一次没跟着一起倒霉。项目是大家的，你擅自离开就是对团队不负责任。再说一遍，你以什么身份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大家都看看啊，沈曼不仅动手打人，现在还公然威胁新人了。韩露，你别乱拍，这事本来就是许畅畅不对，加班需要审批，不是靠道德绑架。我知道你们都觉得我多管闲事，可如果项目延期了，客户追责下来，谁来承担这个责任？项目因为谁延期的？今天上午你开了2小时毫无意义的效率分享会，中午你来外卖闹了整整40分钟，下午你又做了3版恶心人的奋斗排行榜。我问你，你今天写了几行字，出了几版方案，推进了哪个核心节点？别把折腾别人叫做负责。这下完了，每天9点前不能走，请假还得跟那个许灿灿报备，他不得整死我们啊！那个让我猝死的加班决定提前来了，但这一世我绝不会让这件事发生。各位，既然张总签了封闭冲刺的通知，那从今天起，我们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了。戴上这个奋斗手环，就代表你愿意和团队共进退。今晚12点前，谁都不要离抢啊！有些人当然不敢戴了，毕竟心思根本不在团队里，只想着怎么摸鱼偷懒，卡点下班，指望别人替他干活呢。喂，您孩子发高烧，现在在医院。灿灿，学校老师刚来电话说我儿子高烧不退，让我现在过去接人送医院。你看我能不能先走2个小时，等安顿好孩子，我一定连夜赶回来把图画完。王姐，你确定要在封闭冲刺的第一天请假？孩子烧到39度多了，真的不能等啊！孩子发烧是你家自己的私事，但项目延期可是我们整个组的大事。先给你考勤表记上一条，个人家庭事务优先于团队目标。至于年终奖和绩效怎么扣，看张总的意思吧。你记一个试试。沈曼姐，我只是为了项目好。既然你这么心疼王姐，不如你替她把今晚的任务做了。对啊，反正你沈曼平时最不想加班，现在装什么大好人？有本事你就把王姐的活全包了。拿别人的孩子当画笔，拿绩效当威胁，还能把自己说得这么高尚。许灿灿，你这张嘴不去卖假保健品，真是行业损失。吵什么吵？大老远就听见你们在叫。灿灿这都是为了团队好，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尤其是你沈曼，最近团队的奋斗氛围就是被你这种抗拒配合的人给带坏的，你好好反省反省。快走。行了行了，都工作去。沈曼，这你也能忍？这可不像你的脾气。狗急了还会跳墙，更何况是一个急着邀功的蠢货。放心，他很快就会自己把刀递到我手里。沈曼姐，你能力强，这个最核心的客户演示文件你来做最合适。今晚8点前交给我，我统一汇总。前世就是这份文件害我熬到凌晨，客户需求少了2版，数据接口还是旧的。第二天甲方一问，他当众甩锅，说我理解能力差，害全组反攻。沈曼，这文件不对劲啊，这要是交上去肯定得出大问题。需求原文件呢？我整理过了，这就是最终版。客户邮件？口头确认过。那会议纪要呢？沈曼姐，你是不相信我吗？对。沈曼，你别给脸不要脸！灿灿好心帮你整理需求，你不仅不领情，还在这摆什么老员工的谱？那我就直接登录客户协作平台，重新拉取完整需求来看看。
你干什么？客户平台权限不能随便用，万一泄露了商业机密，你负得起责任吗？手放开！我的账号，我的权限，客户授权，哪里随便？就是啊，身为项目主设计，连看一眼客户原始需求的权限都没有，那这项目干脆别做了，直接让许大小姐口头确认得了。果然，事情和前世发展方向一致，我被迫留下修改到深夜。行了，都别吵了，今晚方案所有人都按灿灿的版本推进，谁要是耽误了进度，年终绩效直接扣光。就是灿灿的版本效率最高，有些人非要故意找茬。张总，你们公司到底有没有专业素？你们刚刚提交上来的演示文件，核心需求竟然整整漏了2版，而且连接口参数都特他妈是旧的。李总，您听我解释，这可能是个误会。今天下午就是我们总部的评审会，如果你们在评审还不能把文件修正，我们会重新考虑终止和贵公司的全部合作。沈曼姐，我昨天还特意提醒你要认真核对，你怎么能犯这么大的错啊？这可是关系到我们整个组生死存亡的项目啊！对，我昨天亲眼看见也亲耳听到了，灿灿一直好心好意在旁边提醒沈曼，让她仔细核对，是沈曼自己捂着耳朵不听，非要一意孤行。沈曼，这出错的接口、丢失的模块，全都是昨天许灿灿强推的那个漏洞版本，这明显是有人故意动了手脚。沈曼，你到底在搞什么鬼？你知不知道这个项目对公司有多重要？你是不是不想干了？是不是想给我立刻滚蛋？张总，您别气坏了身体。这件事情既然已经出了，我作为项目统筹，愿意留下来加班加点帮忙补救。但是这次的重大失误和责任，真的不能让我们整个团队平白无故的替某些人背锅。沈曼姐最近因为私人的事情，情绪一直很不稳定，工作时也心不在焉。昨天我好几次想跟她沟通，我真的劝不动她。许灿灿，你确定这真的是我的问题？沈曼姐，我知道这么大的事你心里害怕，也想保护自己，但你不能把责任全推到别人身上啊！昨天大家都清清楚楚看着，演示文件就是你负责修改和保存的，你现在怎么能不认账呢？就是白纸黑字写着你负责，你赖得掉吗？确实是沈曼做的。昨天下午灿灿把文件交接给他的那一幕，我们都看见了。沈曼，你也太粗心了吧！这可是甲方的重点项目，你一个人失误，居然连累我们整个项目组，我们这几天的夜都白熬了。行，既然大家都觉得是我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就当着张总的面打个赌。打赌？你想赌什么？如果最后的证据证明这确实是我的问题，我立刻递交辞职信离开公司，1分钱赔偿不要，一句废话都不说。但如果证明不是我的问题，就请你，许灿灿，今天当着全公司所有人的面，大声给我道歉。沈曼，你脸怎么这么大呀？这明明就是你自己的失误，凭什么要灿灿给你道歉？你少在这里转移视线！怎么，许灿灿，你不敢赌？赌就赌，灿灿你别怕他，灿灿当然敢赌，大家可都看着呢。这本就是他沈曼自己犯的错，到了现在还要往你身上扣屎盆子。好，我赌，如果查出来不是我，沈曼姐你今天就必须主动离职。放心，我说话算话。这是几份文件和对比图，大家看清楚，这是客户平台的完整需求，更新时间显示在昨天下午3点14分，而这一份是昨天许灿灿发给我的版本，核心需求整整少了2版。这是昨天下午4点许灿灿在群里发的消息，要求全组必须按他的版本统一汇总。还有，许工，你发的文件和平台原始数据不一致，缺了东西。沈曼姐，我那是精简版，你按我说的汇总就行，出事我负责。你这是断章取义，沈曼，你这是故意甩锅。你拿这些聊天记录想证明什么？你就是想推卸责任。这是客户平台昨天实时拉取的完整需求版本，里面的9改时间器、接口拉取记录，还有甲方项目经理李总发来的确认邮件，白纸黑字，时间全都对得上。这算什么证据？这系统是你登录的，谁知道是不是你事后伪造的？大家别信他。伪造？
那你再看看这个，监控画面显示，时间是今天凌晨1点。许操操在凌晨1点坐到我的工位前，他删除了我下载的完整需求，又把旧版文件推进项目文件。许灿灿，现在轮到你解释了。这是假的，这绝对是假的！沈曼，你懂技术，这视频一定是你合成的，是你故意陷害我！对，现在视频都能剪，照片都能 P， 谁知道是不是沈曼为了陷害灿灿，故意找人做出来的假视频？大家千万别信他！这也不至于吧？你说是假的，那行。我们现在就叫行政过来，直接去机房调监控原降，看看后台的原数据有没有被篡改。调就调，怕你啊！灿灿又没做亏心事，调出来看你怎么收场！沈曼，行了，都是一个组的同事，这件事先内部处理。眼下最重要的是补救下午的甲方演示项目，不要把事情闹大，影响公司的声誉。刚才要我滚蛋的时候，张总可不是这么说的。什么？注意你跟领导说话的态度。许灿灿，刚才当着全组人的面，我们可是打过赌的，说好了，如果证明不是我的问题，你就当着全公司所有人的面给我公开道歉。沈曼姐，我承认我昨晚加班太累，可能拿错了版本，但我也是为了项目好啊！你非要把我逼到这种地步吗？你凌晨1点偷偷跑我工位删除原文件，又把旧版本拖进来，这叫拿错？我真的只是……别急啊，我这里还有另外一段录音呢。这个死女人老爱跟我对着干，等把文件置换了，明天看她怎么解释。证据确凿了。这也太恶心了，居然在背后下这种黑手。许灿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许灿灿，证据已经放完了，现在该你兑现赌约，公开道歉了。张总，您听我解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做这一切全都是为了项目好啊！我只是想让沈曼服从公司的安排，要是任由他带头反抗，大家都有样学样，以后我们还怎么管理？大家以后都不好管了！许灿灿，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不是张总，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说……听听，原来是把我们当畜生训呢。真把自己当救世主了，原来是个监工。听明白了，合着你今天给全组立规矩砸外卖，根本就不是来跟我们做同事的，你这是拿了鸡毛当令箭，专门来替老板训人的啊！所以你管我们吃饭，卡我们下班，甚至连我们请假都要在本子上记一笔，根本就不是为了项目好，你就是想折磨我们，把我们都变成不敢反抗、没有自尊的奴隶。我没有，我真的没有，小周你别乱说，你们都误会我了，我真的只是为了提高效率。大家别被沈曼带节奏了，灿灿虽然方法有点急，但他也是第一次负责这么大的项目，压力太大了而已，你们怎么能这么揣测别人？韩工，你确定还要继续帮他说话？怎么不说话了？来，大家一起看看。这是昨天下午你在群里拿着鸡毛当线剑催着所有人交手机的聊天记录，而这一份是你私自发给许灿灿的消息，内容挺精彩的，需要我帮你念出来吗？不，沈曼，你别……灿灿，你放心，我已经把王姐不想加班、小周不交手机、程野帮沈曼说话的事儿都记下来了，晚上统一发给张总。所以你之前天天在我们面前装无辜、装好人，背地里却一直在给张总面前告我们的黑状。我那不是告状，我只是在配合团队管理，对，我是为了工作配合。配合团队管理，哼，
你配合的挺卖力啊，跟个哈巴狗一样鞍前马后。怎么，你天天在后面摇尾巴？许灿灿今天没给你多发2块狗粮？够了，都给我闭嘴！现在是追究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时候吗？甲方下午就要总部评审了，要是项目黄了，公司损失几十万，你们谁来赔？说啊！现在谁能把文件立刻修复？我能，张总，我可以补救。之前确实是我太着急了，版本在交接时出了点小问题，但我对这个项目是最熟悉的，只要让我来全权负责，我保证在下午评审前交出最完美的最终版。不过沈曼姐既然这么不愿意配合团队，那接下来就请她不要再插手了，免得中途又出了什么别的问题，到时候责任又说不清楚。沈曼，大局为重，你先把完整的需求文件交出来，后面的工作全部由灿灿来统筹。可以。凭什么？沈曼，所有的铁证都摆在眼前了，是他许婵婵在偷鸡摸狗，张总居然还选择让他来统筹，他是不是瞎？他没瞎，对张弛这种人来说，真相和对错根本不重要，他只在乎谁能替他压榨员工，谁能替他省钱，顺便等出了事，再替他把黑锅背得稳稳当当。完整需求我已经发到项目群了，甲方邮件、平台版本、接口说明都在，一个字也不差。上传时间、文件版本修改记录和接收人员群里都能查到。你刚才既然说你能补救，那接下来就由你来。项目盘的编辑权限已经转给你，交接清单里写明了文件路径、注明规则和提交要求。从现在开始，演示文件的修改、整合、复格和最终提交全部由你负责。灿灿，这是你自己提出来的，下午评审之前，最终版本由你交付。有什么问题，现在就说。没问题，我接。好，那责任也在这里一次说清楚。从现在开始，这个项目的验视文件不会再经过我的手，我不参与后续修改，不负责复格，也不会代替任何人提交最终版本。以后文件再出问题，也别再拿沈曼交接不清或者沈曼没有提醒当借口。张总，刚才是您亲口同意，由许畅畅全权负责，对吗？对。韩露，许青青主动请缨的时候，你也全程在场，对吗？对。这样以后谁负责、谁修改、谁提交都有记录，也省得有人事后记不清。好啊，沈曼，那你就睁大眼睛等着，看我怎么把这个项目完完整的救回来。好，我等着。下午3点，我要看到最终版。好。灿灿，水温刚好，资料我也按照你说的顺序重新抬好了。待会儿甲方问到数据，你就把对应的指示资料递给我，别拿错。放心，都贴好标签了。你中午一直在改，现在肯定没问题。灿灿，我再问最后一次，甲方今天上午追加的3条要求，你确认全部放进去了？确认了。平台版本和接口数据也重新核过了？全部核过了。这次绝对不能出现任何问题。甲方几个部门的负责人都在线，要是再出差错，不只是这个项目保不住，咱们整个部门都得卷铺盖走人。张总，您1万个放心，文件我已经全部核对过了，每一个字、每一个数据、每一个接口说明，我都亲自看过。下午的评审绝对万无一失。张总，灿灿从中午开始就没停过，修改稿都重新检查好几遍了。瞧他那样，衣服换了，头发也重新梳了，做的比张总还像主讲人。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个项目一直是他做的。你觉得他真行？他救不回来。他只检查了演示稿。甲方上午临时颁发的接口附件，他到现在还没点开。
以上是本项现阶段的整体执行情况，接下来我会重点汇报核心模块和最终报价方案。这排版跟我们上午做的那版一模一样，连图表位置都没动。他真把完整需求重新核对过了？没有，我太了解他了，他不会老老实实把所有附件重新看一遍。他最擅长的就是把别人的成果拆开，换个封面，再把自己的名字放上去。所以他用的还是上午那份旧稿稿。而且他没看雅芳后来复发的接口附件。通过本次优化，我们已经重新梳理了核心模块，并完成了各段数据的统一整合。接下来，核心数据模型和整体报价预算。等一下，画面就停在这一页。这一页的预算模型，为什么还是我们上周就已经明确淘汰的旧版？李总，这个版本是我们根据最新的客户需求专门做过优化和调整的。虽然模型框架沿用了之前的结构，但里面的数据和报价逻辑已经全部更新了。最新需求？你确定你看过最新需求？我共享一份文件，你们自己看。这是我们今天上午在平台上最终确认的版本。你们现在展示的内容不仅缺了最核心的2版功能模块，甚至还把另一个完全不相干项目的报价策略给放进来了。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明明整理过的，这怎么会这样？更严重的是，你们的演示文件里居然混入了完全不属于本项目的其他客户保密数据。张总，我请问一下，这到底是贵公司基本的内部管理失误，还是你们对客户资料和最起码的商业机密连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李总，误会，这真的是个误会，您千万别动怒，我这就让项目的负责人立刻修改，现在就改，10分钟不5分钟就能好。不用了，今天的评审正式暂停。至于后续的正式合作结果，稍后我们会通过官方邮件通知贵司。许灿灿，你做的这到底是什么破烂玩意儿？你上午在办公室里不是拍着胸脯跟我保证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吗？啊，你这就是你保证的结果，你把公司几10万的项目彻底作死了。张总，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明明每一页都仔细核对过了，这文件一定是有人在背后偷偷动了手脚。别看我，今天上午是谁当着全组的面拍着胸口说演示文件由他全权负责？又是谁亲口要求我不要插手，不要复核，也不要再碰后续版本？张总当场批准，韩露全程在场，会议室里的其他人也都听得清清楚楚。从你接手文件到下午评审开始之前，我没有碰过你的电脑，没有登录过你的账号，也没有修改过项目盘里的任何一个文件。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自己的工位上，程野、老刘、小周还有办公室其他同事都可以作证。下午开会之前，他确实没离开过自己的工位。我中间去打印过2次，他一直都在。所以你觉得你现在还有机会把这口锅扣到我头上吗？可是完整需求是你发的，文件是你发在群里的，我就是从群里拿下来用的。要不是你发的文件有问题，我今天怎么可能出错？对，完整需求确实是我发的。张总，您听到了吧？他自己承认了。但我发的是完整需求。完整需求我昨天下午就发进项目群了，甲方的确认邮件、最新的平台版本、接口说明、预算模型更新通知，一份不少。今天上午你主动接手之后，我又把全部文件重新置顶了一次。文件什么时候发的，谁接收过，谁打开过，停留了多长时间，后台都有记录。你下载了演示稿，换了封面，改了署名，也是你自己把其他项目的文件混进了演示文稿。现在出了事，你居然怪我把资料发得太完整。许灿灿，你用错、漏掉混进其他文件，哪一件跟我有关系？我不是，我只是文件太多了，我当时没有注意到。这关系可太大了，这至少证明了一件事，这个所谓的内卷大王不但不会干活，连中文需求都看不明白，更别说代码和数据接口。是甲方项目经理。喂，厉总，您听我解释。对，是什么？
可是李总，喂，甲方发正式邮件了，项目正式暂停，后续的所有合作重新评估。他们还要求我们公司对这次的重大失误立刻提交书面说明，并且由我们承担所有的延期损失。许灿灿，你刚才在办公室里不是口口声声说你能救吗？这就是你给我的交代。韩露，你昨天晚上不是帮我汇总了吗？是不是你在汇总的时候动错了文件？对，一定是你故意陷害我。最后汇总和提交文件的人是韩露，那些乱七八糟的旧数据不是我放进去的。许灿灿，你什么意思？你现在想拉我给你当替罪羊？今天上午是谁在微信里一遍遍催我，让我把全组所有人的方案全部塞进你那份文件里，还要求我必须在中午前汇总提交。我是让你汇总提交，但我没让你随便乱放文件，是你自己脑子不清楚，连有用的文件和废弃数据都分不出来，才把那些垃圾内容混了进去。我分不清。今天中午评审开始之前，你在茶水间门口亲口跟我说，把以前废弃的旧文件夹也合进去凑数，资料越多越显得我们准备充分，甲方赶时间不可能一页一页去，是不是你的原话？你催我提交文件的聊天记录、语音和全都在我手机里，你别想出了事就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够了！一个为了抢功拿废弃文件凑数，一个明知道文件有问题还照样替他汇总提交。你们把公司的重点项目当成什么了？拿来演戏邀功的工具吗？从现在开始，项目暂停，所有相关文件、聊天记录和操作记录全部封存。你们两个谁都不准再碰项目资料。甲方追责项目损失还有后续赔偿，公司会一项一项核查，该是谁的责任谁都别想跑。凭什么让我跟他一起承担？文件是他让我雕的，旧数据是他让我塞进去的，就连那张恶心人的奋斗值排行榜也是他逼着我做，逼着我贴出去的。每次得罪人的事都让我去做，功劳却全写你的名字。现在出了问题，你还想让我替你赔钱？韩露，你疯了！你竟然敢反咬我！我疯了！我是被你给害惨了！张总大家，你们都听听他私底下教我的那些恶心手段。你说谁要是敢不服管教，就在月底的绩效评价里，这些团队配合度低，用扣钱来逼大家低头。你还跟我说，王姐家里有孩子是整个设计组里最好捏的软柿子。你说孩子一病他心里就发虚，只要拿绩效和请假的事情狠狠压压他，杀鸡儆猴，以后组里就再也没有人敢请假了。许灿灿，你也是人，你怎么能恶毒到这种地步？拿我生病的孩子来当威胁我的工具，你还是人吗？韩露，你少把脏水全往我一个人身上泼，那些损招不也是你附和的吗？是谁在茶水间跟我说，沈曼这种老员工最该敲打，必须找机会打压他的？我附和？要不是你天天在我耳边吹风，说只要听你的，张总就会给我升职加薪，我能干出那些糊涂事儿，我那是被你带了节奏。你每天给我发微信，逼着我在大群里替你发言，你还让我每天暗中记录大家的工作状态，连谁迟到早退都要汇报，甚至连谁长时间离开工位你都要我记录，这算什么管理？连离开工位一会儿都要记，这算什么管理方式？不止这些，他还让我把你们所有的日常表现全都整理成一张表格，说等项目一结束，就把这张表格直接交给张总，当做你们月底考核的参考。合着我那天在染水间吃个黄焖鸡也被你们背地里记了一笔。韩露，你现在跟我装什么无辜白莲花啊？那天老刘拿外卖的时候，不是你第一个在旁边嚼舌根说老刘肚子明显，该控制控制啦？还有，不是你那天自己偷偷点了螺蛳粉，还急扯白脸的让我帮你去门口拦截别人的外卖，好在张总面前显得你很上进，很有团队荣誉感吗？现在出事了，你想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我呸！我点螺蛳粉怎么了？我至少没像你这个疯子一样去摔别人的饭，我点外卖犯法吗？你是没摔饭，加杠了，但是你偷拍了。你偷偷用手机拍沈曼打我，拍王姐因为孩子生病在走廊里哭，还拍小周德在工位上顶撞我。这每一段视频，每一张照片，哪一个不都是你主动发给我的？现在项目砸了，你想在这个时候把我一个人推出去当替死鬼，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我告诉你，韩露，门儿都没有。那也是你让我拍的，是你跟我说手上有视频证据，才好去张总面前卖惨。是你亲口跟我说沈曼表现得越凶越不配合，你拿着视频就越能在张总面前装委屈，越能让张总心疼你，偏袒你。张总，这事跟我们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我们绝对没有参与过。对，张总，我们都是被他给带了节奏，要不是他整天在组里作威作福，我们怎么可能听他的？没错，许灿灿在办公室里一直跟我们强调，
说这些管理规定都是您亲自授权给他的，我们才不得不听他的呀。放屁！我什么时候授权他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这分明是他自己拿着鸡毛当令箭，在组里胡作非为。好一个胡作非为！张总，现在项目搞砸了，责任全都要怪到我一个人的头上了。办公室里不是你亲口跟我说嫌员工太懒散，要我想办法不惜一切代价提高效率吗？你胡扯什么？不是你亲口跟我说，在职场里谁有本事把人留下来加班，谁在公司里就有话语权吗？不是你跟我抱怨沈曼这些老员工太油了，说早就该找个我这样有冲劲的新人进来当根钉子，狠狠地搅一搅他们吗？现在出事了，你竟然想拍拍屁股把我一个人推出去挡枪？许灿灿，你给我闭嘴！我闭什么嘴？事到如今，你还想让我替你背这口黑锅？我逼全组加班不准走的时候，你在办公室里是怎么跟我说的？你亲口夸我有管理潜力，说公司就需要我这种狼性人才。我收缴他们手机，不让他们点外，逼王姐加班的时候，是谁在背后给我撑腰？你笑着对我说，终于有人能替你管一管这群不求上进的懒货了。还有沈曼，我昨天半夜把锅往沈曼身上推，设计陷害她的时候，你难道真的不知道真相吗？你不仅知道，还顺水推舟，迫不及待的想要停她的职，逼她滚蛋。现在项目砸了，甲方追责了，你就想把我一个人推出去当挡箭牌？你做梦！你别忘了，我走出的每一步全都是按你张弛的意思做的。沈曼，以前他们联手在项目上压你、逼你加班的时候，配合的可真默契。现在刀割在自己身上了，一个个叫的比谁都狠。是啊，以前一个负责逼，一个负责压，剩下一群人负责装聋作哑。现在刀终于转了方向，落到他们自己头上了，他们才知道疼。甲方和我们暂停合作，还寄来一封延期赔偿函。完了，这笔赔偿足够把我们整个部门这季度的奖金全部扣光了。我们跟着熬夜加班，到头来1分钱拿不到，全给这2个蠢货买单了。谁负责的？这里有完整的时间线和所有证据。许草草在凌晨1点利用权限私自替换了我的正确演示文件。韩露在明知版本有误的情况下，为了讨好配合许草草，强行协助汇总了错误版本。而张总在明知项目版本存在巨大风险和争议的前提下，为了私利强行批准进入封闭冲刺期，并越权指定没有任何项目经验的许叉叉全权统筹最核心的客户演示文件。至于我个人，我所有的工作记录、系统提醒记录以及在客户合作平台上的原始版本拉取记录全都在这里，时间戳无一签漏。老板，我是个刚入职的新人，我真的没有什么坏心思，我只是太想证明自己了。你证明的结果就是让公司白白丢掉一个重点项目，还背上了几10万的延期损失赔偿。老板，我也是被他给洞子骗了。我淡的时候整单纯以为他真是为了团队好才帮着他汇总文件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得了吧，韩露，你帮着他在大群里阴阳怪气孤立大家的时候，可一点都不像被骗的样子。老板，我承认，我在部门日常管理上确实存在一些疏忽，没有及时发现许叉大的问题。但沈曼作为部门的老员工，这段时间也确实一直不配合团队的工作安排，处处带头顶撞，这才导致管理难度加大，项目才出了纰漏。张总，事情都闹到这个份上了，你居然还想着把我拖下水替你垫背，那你就再听听这一段。灿灿，这都是为了提高效率，尤其是你沈曼，最近团队的奋斗氛围全被你一个人带得很差。我不配合什么？是不配合你们午休不吃饭，还是不配合你们上班收缴手机？是不配合你们大半夜私自修改数据来栽赃我？还是不配合留下来，在项目砸了的时候替你们这2个蠢货背黑帮？够了，许灿灿，即日起解除试用，立刻打包东西给我滚！韩露，记严重警告处分，取消本季度全部绩效和奖金。张弛，暂停你部门管理职务。这次项目给公司造成的重大损失，后续由法务和财务部门跟进，追究你个人的法律和赔偿责任。凭什么只处罚我一个人？张总也全程参与了，主意也是他出的，还有他们昨天全都戴了奋斗手环，他们当时也都支持我。凭什么现在出了事要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我一个人的头上？我不服！你还有脸提这个破手环？我那是怕被你穿小鞋，要是不戴，你转头不就要在你的本子上记我一句？我早就不想戴了，
每天带着这个恶心人的东西，看着就让人反胃。就是，整天拿个破硅胶圈道德绑架大家，真当大家傻吗？许灿灿，看清楚了，这就是你引以为傲的向心力，把这堆2块钱一个的廉价玩具当成你驯服大家的筹码，到头来，你所谓的奋斗管理，不过就是个垃圾堆出来的笑话。瞧瞧，他走的时候居然没有一个人站起来送他，真是恶人有恶报。送他，他差点把我们整得家破人亡，没往他箱子里吐口水，都是大家有教养了。沈曼，你以为你赢了吗？公司丢了甲方这个大项目，大家这1季度的奖金全都没了。你把事情闹得这么大，把全组人都拖下水，你觉得大家以后会感谢你吗？你在这个部门也别想再有好日子过。许灿灿，你到现在竟然还没有明白，这个重点项目不是我弄丢的，是你自己用愚蠢、贪婪和无知亲手弄丢的。至于大家这季度的奖金，那更不是我害没的，那是某些人在面对欺压和剥削时，一次次选择沉默附和，甚至当狗腿子帮腔，才亲手把解禁葬送掉的。你们以为被压迫的时候不吭声，刀就不会落到自己头上，可那把刀落下来的时候，从来不会分谁曾经鼓过掌，谁曾经递过话。沈曼，你说的对，以前确实是我们糊涂啊，我们总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结果差点把大家都给害死。沈曼，你少在这儿装什么救世主装清高，就算你今天把我搞垮了又怎么样？你留在这个部门，你以为张弛以后还会给你什么好脸色看吗？他只会变本加厉的整死你。谁说我要留下来了？沈曼，你别冲动，现在正是公司最困难的时候，甲方那个项目后续还有一大堆烂摊子，没你收尾根本行不通啊。收尾？张总，完整交接资料我已经全部整理好发到共享盘了。顺便提一句，甲方那边愿意继续听一次补救方案，不过他们提出了一个前提条件，接下来的方案必须由我和程庸直接对接，不经过其他任何人的手。甲方单独联系你了？对，他们调取并看过了协作平台的完整记录，自然清楚在这个项目里真正提前保存需求、指出风险的人是谁，也清楚是谁在里面浑水摸鱼，故意删除文件。老板，甲方项目经理李总已经到咱们公司楼下了，快请李总进来。李总说了，如果沈曼姐愿意接手这个项目，他们可以坐下来谈谈恢复部分合作的事儿。如果沈曼姐不在，他们就直接走法律程序索赔。许灿灿，你之前不是口口声声说老板喜欢的是能替他省钱、替他压人的人吗？今天我教你最后一个职场道理，可客户喜欢的永远是能把事情做成的人。我当然没有留下替张弛擦屁股。沈曼姐，刚才甲方总部那边说了，咱们组提交的新版方案完美通过，连一个标点标号都没让我们改。多亏了沈曼姐提前拉取了最原始的需求，不然这烂摊子还真不好收。跟着沈曼姐混，就是有肉吃。行了，别贫了，今晚准点下班，我请客。耶，这才叫人类待的公司嘛。是王姐，沈曼，谢谢你，今天孩子复查结果很好，我也终于赶准点下班去接他了。还是黄焖鸡米饭香，人是铁，饭是钢，别迷信喝黑咖啡。原公司那边的消息陆续传来，张弛被彻底调离了核心部门。因为丢了甲方的大单，公司现金流直接断裂，裁了一半的人。职场太黑暗，努力的人总被辜负。主管您好，我之前在上一家公司主导过重点项目的冲刺，具备极强的团队管理能力和抗压能力。你说的重点项目是那个因为你用错删改需求，导致客户直接暂停合作还被索赔几百万的项目吗？
来。怎么，许工，不宣传你的2杯黑咖啡和1颗上进心了？你现在对他来说简直是终生难忘的心理阴影。上辈子，我死在清晨的宫位上，我的沉默，我的忍让，我以为的顾全大局，最后都成了别人踩在我身上的理由。这一世，我终于明白，有些人不是听不懂道理，他只是没被规则抽过巴掌，没被真相按在地上摩擦过。这一次，我终于不用再把公司当成家，因为我有自己的人生。